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田若风。前段时间不是刚用旧床单做了一条衬衫连衣裙吗？这次呢又要来改旧床单了。这次要改的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床罩，就是它有松紧的这种。这个床单呢，它是棉混的，然后上面是这种蓝色碎花的印花，我觉得很好看。看到这个旧床单第一眼呢，我大概就有一个想法，要给它改成一个什么样的连衣裙。但是真的到底要做的时候，反而又定不下来设计了。裙子的部分呢，我是想好了，我想要裙摆尽量大，然后前头还要有一个开叉。但是上身的部分呢，我现在有3个设计，我定不下来选哪一个。一个呢是就像去年做的那条花仙子公主裙一样，用一个最简单的公主缝的上身。然后一个呢是这2年流行的这种挤奶女工裙，就是 Milkmaid， 它是胸前打褶，然后有一个系带这样子的。还有第3个呢，就是类似于束胸衣，然后前头有背的。那这3个我就现在定不下来。如果是你们有这样子的一块布料，你们会做1、2、3哪一款呢？那因为我现在还定不下来，我先不管了，我准备先把这个床单上面所有的松紧带都拆下来，把它变成一个平整的布料，然后再来决定我的设计。那现在先来拆这条床单吧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已经是第2天了。昨天在把那条床单拆成一块平整的布之后呢，我就还是一直在纠结这3款到底要选哪款，一直决定不了。然后我就想，因为除了这个挤奶女工这一款，剩下2款呢我都是有现成的版的，只有挤奶女工这款呢我是没有纸样的。那我就想，要不然我就先试着打一个版，如果这个版我都打不出来，那我就不用想了，直接放弃这一款就好了。于是呢，我就打了这么一个比较粗略的版，然后在这个版的基础上呢，做了2款草稿。这个是第2款草稿，它呢还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，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挤奶女工的裙子我是能做出来的。然后到这一步呢，我就会想，你看我已经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又打了版，然后又做了草稿，那我要不就做这一件吧。所以就这么决定了，不是因为我最喜欢这个款式，纯粹是因为舍不得已经付出的努力。那不管怎么说呢，就决定做这款了。现在呢，就再试穿一下这第2版草稿，给你们看一下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，然后就来正式做这条裙子吧。这是第2版草稿上身的效果，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。首先腰身非常的合适，那主要问题呢就是胸前这一块打褶的这一片。首先呢，我把它弄得太长了，它的接缝处都已经快跑到腋下了，我打算给它调整到这个位置开始。另外呢，就是前头我觉得这个褶皱部分也稍微有点多，我觉得可能要把它这个地方改到再窄一点。那要修改的地方就是这2个，改完这2个地方呢，就可以开始正式做这条裙子了。首先用改好的板分别裁出上身部分的外部和里子。先把前片腰部以下的部分缝起来，把后片两缝在一起，在里子上重复同样的步骤，把前后片分别缝起来。把胸前打褶部分的2片外部和2片里部分别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把前中线缝起来，上面要留开口。在缝好的里部还有外部下缘分别进行打褶处理。打褶的方法是首先把缝纫机的针脚调到最大，然后在需要打褶的地方平行的压2条线。2条平行线缝好之后呢，一手拉动线头，一手整理布料，让它呈现出打褶的效果。一直到这一部分呢，跟腰部上缘要跟它缝在一起的地方同样的长度。那同样的方法，把这4片全部都进行打褶。打好褶之后，把它们分别跟外部还有里部的腰部缝在一起。把前后片的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然后把侧缝线缝起来。里子也是一样。接下来要在衣服上加这种鱼骨，
首先呢，要把鱼骨熨平，因为这个鱼骨的材质是塑料的，所以要垫一层布，防止它融化粘在熨斗上。Later. 把鱼骨剪成需要的长度。把剪好的鱼骨缝在相应的缝份上。我做了2条这样的带子，把它们分别缝在领口、开口的两侧，然后把之前缝好的内衬和外部布料正面堆在一起，然后把胸口这部分的上缘给它们缝起来。胸口这部分缝在一起之后呢，我又再缝带子同样的高度，在布料的反面给它缝了这样的一条松紧带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那现在把它翻到正面来看，现在呢，这个松紧带是夹在外部和里子中间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在这个松紧带的上缘和下缘各压一条线，相当于形成一个通道，让这个松紧带留在通道中间。缝的时候呢，我要这样子把松紧带稍微拉紧一些，让这个上缘也靠着松紧带的弹力呈现出打褶的效果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这个通道缝完之后呢，我在松紧带的另一头缝了一个小长方形，把它固定住。那这样胸前呢就会靠着打褶呈现出这样子立体3D 的效果。这里有一个地方跟我刚才讲的不一样，就是我之前说先缝胸口的上缘，然后来缝松紧带的通道，但其实呢应该先把整个的上缘都缝在一起，再来缝松紧带的通道，不然松紧带的通道这一部分缝完，那它上缘就很难再往一起缝了。这步做完，上身部分就基本完成了。现在可以先来做下裙。下裙部分呢，我就用上一条旧床单改衬衫连衣裙的裙子的版。那条裙子呢，它腰上是有打褶的，这条裙子不需要，所以我把腰上给它收回去一部分。同时呢，我希望这条裙子的裙摆尽量大，那我就把裙子的宽度给它加宽了，然后裙长也加长了。首先呢，把裙子的前中片跟2个前侧片缝在一起，其中一片要留开叉。我准备缝后片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后侧片上有一块污渍，镜头里看可能不是很明显，但现实的话，整个这一片是有一大块黄色的污渍的，所以这块布料就不能用了。那我只好用剩下的布料再重新裁一个后侧片。那剩下的布料呢是不够裁一个完整的后侧片的，所以我只好裁了这样的2片。结果呢，就是最后完成的裙子上，其中一个后侧片会比另外一个后侧片上多一条缝份。不过这个印花的布料应该是不会太明显的。那没有办法，生活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吗？它不会像你预想的那样子尽善尽美，但结局依然会是很美好的。接下来把2个后中片和2个后侧片缝在一起。我从有污渍的那一片上裁出2块长方形，准备用它们来做袖子。那首先呢，要把它的毛边窝回去2次缝起来，上缘也是一样，另外一块也是一样。锁好边之后，把它们对折，然后从侧面缝起来。在袖筒的上缘和下缘分别缝上松紧带儿。我还做了口袋，
因为我的布料已经不够缝一个完整的口袋了，所以我的口袋布都是2片布料拼起来的，反正缝在里头是看不到的。具体上口袋的步骤呢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最近几个视频都有详细的讲解。那这部分完成呢，下裙的部分也就基本上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把下裙还有上身的外部部分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然后从腰上缝起来。把腰上的缝份这样子给它朝上熨平，然后把里子拿下来，把里子的毛边呢给它折回去，在腰上手缝隐形针给它缝在一起。看一下里边，整个非常的干净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在后中线上上拉锁了。我又犯傻了，我已经把拉锁上好了，然后突然想起来，这个地方我的里子，我应该呢要把里子翻在外面，然后把这个拉锁锁齿夹在里部和外部中间的。但我现在已经缝在一起了，我这个里子没法翻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得把之前辛辛苦苦手缝好的里子给它拆开，重新把里子缝在拉锁外面，然后再把里子翻回来，再重新手缝这个隐形针。没有办法，那开始返工吧。我已经把之前缝好的里子给它拆开了，这一步既不费时也不费力，就是会心疼。那现在我把里子给它翻出来，让它跟外部的布料正面对在一起，把拉锁这样子夹在它们中间，然后在非常靠近拉锁锁齿的地方给它压一条线。这一步缝完呢，再把里子给它翻回来，然后呢再把之前拆开的这个里子的下缘再给它缝回来。拉锁部分缝好是这样的，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毛边露在外边。然后里子的下摆我也重新手缝隐形针给它缝好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把之前做好的袖子给它缝在衣服的两边了。最后只要把裙子开叉两侧还有下摆一圈的毛边都给它处理一下，那今天这条旧床单的华丽转身就完成了。一起来看最后的成品吧。